想象一下哦，现在是2049年，你很悠闲的在喝咖啡，然后厨房里你的个人机器人正在帮你准备5道菜的大餐。这听起来是不是超像科幻小说的剧情？但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深入聊的主题 ——AI 烹饪机器人。我们手上有一点你提供的资料，从市场分析报告、科技媒体的评论，到那种超真实的网络论坛讨论都有。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从这里面理出个头绪，看看这个新兴领域到底在玩什么。我们会先从整个市场的大趋势开始聊，然后看看现实世界的挑战和使用者到底怎么想，接着会深入剖析一家叫 Posha 的挑战者，最后一起看看这整个产业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好，那我们就先从最基本的开始。所谓的 AI 烹饪机器人，它到底是什么？跟我们家里那种多功能的调理机有什么不一样啊？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简单来说，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结合了会自己煮饭的锅子跟一个小小的 AI 大脑的设备。哦，一个 AI 大脑。对，它不只是像传统调理机那样帮你打碎、混合，而是能根据食谱自动完成加热、翻炒、炖煮这些步骤。它的核心价值就是要一次解决厨房里最烦人的几个问题：油烟啦，洗一大堆锅碗瓢盆啦。对，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节省你宝贵的时间。OK， 所以它是一个更聪明、更自动化的厨房助手。那问题来了，有多少人真的会买单？这个市场到底有多大？这就是有趣的地方了。根据你给的市场报告，2024年全球市场的价值大概是5920万美元。5000多万美金，听起来好像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哎。对，一开始听是这样，但是报告预测到2031年这个数字会成长到1亿0100万美元。哇，嘿，换算下来，每年的平均成长率有8.2%。这很高哎。没错，这就告诉我们，它虽然现在还不是主流产品，但绝对是一个正在快速起飞的市场。成长潜力非常大，每年8.2% 的成长，这确实蛮惊人的。那背后的推力是什么？是什么让大家就是越来越想把做饭这件事外包给机器？报告里提到了几个关键，最主要的一个就是大家对时间的需求越来越高。你看，全球的双薪家庭越来越多，而且都市化也越来越严重。预计到2030年，全世界会有60%的人口都挤在城市里。生活节奏这么快，回家都内瘫了，真的没多少人有心力再花1-2个小时来煮一顿饭。这我完全懂，但它到底能省下多少时间？资料里有个数字让我吓了一跳，他说最多能减少70% 的实际烹饪时间。这个数字听起来有点夸张，是真的吗？这个要看你怎么定义烹饪时间。它省下的主要是你必须站在炉子前面的时间。像是顾火、搅拌。对，看着食物不要烧焦，因为机器内建了各种感测器和演算法，它能帮你精准控制火候和时间，所以你就可以去做别的事，陪小孩玩，回个 email， 或是就单纯放空。对，这就是它跟传统料理方式最大的不同。火倒了，是把被绑在厨房的时间给释放出来。那除了时间，还有什么驱动力？我看资料里有提到智慧家庭。没错，这是另一个很强的推力。现在大家的家里越来越聪明，有智慧音箱、智慧灯泡嘛。对，报告说，在已开发国家，将近70%的家庭至少都有一台智慧厨房设备。AI 烹饪机器人正好能无缝接轨，超过65% 的新型号都能跟 Alexa 或 Google Assistant 连接，所以可以直接用喊的叫它开始做菜。对，用嘴巴做菜，听起来就很未来感，也很方便。真的，那这背后的技术听起来很复杂。其实概念不难理解，这不只是设定好时间温度就没事了。现代的机器人用了几个很酷的技术，比如电脑视觉。就是机器人内建的摄影机，它会看食材的状态。对，它会判断肉熟了没有，酱汁是不是够浓稠了。还有机器学习，它会从成千上万次的烹饪数据中学习，不断优化食谱，让产品越来越好吃。
再加上物联网的功能，让机器可以跟你的手机连线，甚至未来可能跟你的智慧冰箱沟通，提醒你某样食材快过期了，然后推荐你一道能把它用掉的菜。哇，这就让机器从一个只会听指令的工具，变成一个真正会思考的厨房伙伴。OK， 听起来未来一片光明，技术到位，需求也明确。那问题来了，如果这东西这么好，为什么我们现在不是人手一台？你给的资料里有提到，现实世界好像没这么顺利。对，这就碰到硬伤了。第一个也是最大的问题，就是价格。报告显示，现在市面上的家用型号价格大概落在800到3000美元之间。哇，这范围很广。对，然后我们等一下会聊到的那个新创 Porsche，一台也要1500美元起跳$1500。这个价钱对大部分人来说真的有点贵，不是随便就能下手的。确实，一台$1500的锅子，口袋要够深才行。除了贵，还有其他问题吗？还有一个是产业面的挑战，供应链。这些机器里面有很多精密零件，像是特制的马达、感测器、AI 晶片，这些东西不是随便就能买到，而且交货时间很长。报告说，有些关键零件甚至要等半年以上。半年以上？对，这就代表，就算公司接到很多订单，也可能因为缺料而做不出来，这会严重影响他们的扩张速度。价格跟供应链，这确实是两大痛点。但我们先把这些商业问题放一边，我很想知道，实际花大钱把它买回家的人，用起来感觉怎么样？你分享的那些 Reddit 论坛讨论，我觉得超有意思的。对，这些来自第一线的声音，往往比市场报告更真实。我看到一个案例，是一位身体有残疾，然后厨房空间也很小的使用者，他说，光是备料，他花的时间就是食谱建议的2-3倍。哇！对他来说，买这个机器人根本不是为了偷懒，而是为了解决生活中非常实际的困难。还有另外一位有 ADHD， 就是注意力不足及过动症的使用者，也分享，对他来说，要启动做饭这么一件繁琐的事情，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心理障碍。等一下，这很有趣。所以我们一开始以为这东西是给不想做饭的懒人用的。对，但从你提供的这些论坛讨论来看，它真正的杀手级应用反而是帮助那些因为身体或心理因素在厨房里遇到困难的人。这完全改变了我们对这个产品的看法。完全正确，这就是所谓的无障碍设计，只是应用在厨房。它把烹饪的门槛从需要足够的体力跟专注力，降低到只需要跟着荧幕上的指示操作。这背后的价值比单纯省下半小时要大得多。没错，而这些讨论也完美印证了市场报告提到的节省时间和便利性。但它揭示了一个更深层的价值，就是减轻认知负担。认知负担。对很多人来说，煮饭的压力不是来自于做本身，而是来自于要想今天要煮什么，要买什么菜，步骤是什么，火候要多大。对，这个机器把所有想的部分都包了。说到这个，论坛上超多人提到市场的老大 Thermomix，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美善品。看到那些使用心得，我真的心有戚戚焉。我上次自己做那个荷兰酱，电动打蛋器拿到手都快抽筋了，结果最后还是油水分离，整碗毁掉。哈哈，我懂。看到有人说用 Thermomix 按几个钮就能轻松搞定，光想就觉得很吸引人。对，这就是它的卖点。使用者普遍觉得它的优点很明显，备料变得很简单，常常只要把东西去皮、切大块丢进去就好。食谱成功率超高，甚至有德国用户说当地的广告词就是保证成功。哇，保证成功。还有它的那个 Cookie Do App， 可以帮你规划1周菜单，连购入清单都帮你产生好。很多用户都提到一个关键词，就是它可以让你关掉大脑，无脑跟着做就好。听起来很棒，但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吧？它有什么缺点吗？当然有。最常被抱怨的几点是，煎炒模式下锅底有时候还是会有点烧焦的痕迹，不够完美。还有
Cookie Do 那个强大的食谱 App 是要付年费的。哦，要订阅制。对，这让一些使用者觉得被剥了一层皮。OK，所以市场上有 Thermomix 这样一个称霸多年的老大哥，那有没有新的挑战者出现？如果说 Thermomix 是厨房机器人界的 iPhone， 那有没有野心勃勃的 Android 的新秀想要挑战它？问得好，这就要提到我们资料里的另一个主角，一家叫 Pasha 的新创公司。他们的定位非常清楚，就是要当 Thermomix Plus Plus。Thermomix Plus 这个说法很呛哦，它到底厉害在哪里？ 虽然很棒，但你还是得在过程中手动加入食材，对吧？对。Pasha 的概念是，你一开始把所有切好的食材分门别类放进它设计好的4个容器里，然后把香料放进它的香料转盘。接下来，你就真的可以去客厅翘脚看电视了。等等，它会根据食谱，在最精准的时间点，自动把对的食材和香料投进锅里烹煮。哇哦，所以它真的做到了从头到尾的全自动。这背后的技术是什么？硬体上就是我们刚说的那些容器和转盘，但它的灵魂在于一颗 Pasha 称之为主厨之眼的内建摄影机。主厨之眼？对，这颗摄影机不只是直播给你看而已，它是在用 AI 分析锅子里食物的颜色、质地、浓稠度。哦，也就是说，它不是盲目的照着食谱跑，而是会像真人厨师一样看着食物的状态来微调烹饪过程。原来如此，这听起来就是一个很大的技术跃进。所以它不是在执行指令，而是在做判断。这听起来很厉害，但这种新创公司会不会只是在画大饼？他们真的做得出来吗？这也是我一开始的疑问。但资料显示，他们不是在开玩笑。他们最近刚拿到一笔800万美元的 A 轮融资，领头的还是创投界鼎鼎大名的 Accel。哦，Accel 有投。对，然后创办人 Raghav Gupta 的故事也很实在，他就是个想轻松吃到家乡菜的工程师。最重要的是，他们的产品已经开始出货了。真的？真的，第一批200台已经送到客户手上，下一批600台也快了。这证明它不是概念，而是真的能进到你家厨房的产品。有顶级创投背书，产品也真的出货了，这确实让它听起来靠谱很多诶。我看到你分享的媒体评论， The Verge 的记者写了一句超生动的话：当我在办公室工作时，一台1500美元的机器人正在为我做晚餐。这画面感太强了。对，他还提到一个叫副驾模式 Copilot Mode 的功能。副驾模式，这功能超贴心，在饭菜煮好之后，如果你还没回家，机器会自动切换到保温模式，并且每隔一段时间就轻轻搅拌一下。哦，确保不会糊掉。没错，确保你回家的时候，晚餐还是在最完美的状态。这就是 Pasha 想要强调的那种更彻底解放双手的体验。了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市场有老牌王者，也有像 Pasha 这样来势汹汹的挑战者。那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到全世界，这是一场只有欧美公司在玩的游戏吗？完全不是。市场报告里就点名了好几个主要的国际玩家，像是中国的 BodyKit 和小米，还有美国的 Uplans.ai。哦，小米也有做。对，这显示出 AI 烹饪机器人已经是一个全球化的战场。而且有一个关键的趋势是，虽然目前北美市场的市占率最高，但成长最快的地区其实是亚太区，特别是中国。未来的市场重心很可能会慢慢往亚洲移动。那除了卖到一般家庭，这个技术还有没有其他的应用场景？绝对有，而且潜力可能更大。一个就是商用领域。餐厅吗？对，你想想看，在餐厅的厨房里，最大的问题就是人力短缺和品质不稳。这些机器人可以24小时工作，不会累也不会请假，而且能确保每一份餐点的味道都一模一样，标准化。没错，报告预测，它最多可以帮餐厅减少30%的厨房人力，这对连锁餐饮业来说吸引力太大了。还有一个我觉得超聪明的点子，是跟现在很红的生鲜料理包 Meal Kit 整合。对，这简直是天作之合。想象一下，你订阅了一个料理包服务，他们每周把配好甚至切好的食材送到你家。你回家后要做的事情只是把料包撕开，倒进机器人里，然后在手机上按一个钮。
哇，这就打造了一个从食材配送到自动烹饪的无缝生态系。这完全打中了现代消费者想吃的新鲜健康，但又懒得动手的痛点。真的。哎，说到生态系，接下来这点真的让我大开眼界，也可能预示了这个领域的终极样貌。市场老大 Thermomix 的母公司 Vorwerk， 他们最近在做什么？他们也没有闲着，而且布局非常深远。他们做了2件大事。第一，跟一家德国机器人新创 Neuro Robotics 合作，展示了怎么用人形机器人来操作 Thermomix。等等，人形机器人操作烹饪机器人，这听起来有点多此一举。乍看之下是，但你看他们做的第2件事就懂了。他们跟晶片巨头 NVIDIA 合作。NVIDIA？ 对，一家做厨具的，一家做显示卡的，这2家公司怎么会凑在一起？这听起来太跳痛了。对啊，这到底是什么神操作？他们正在利用 NVIDIA 的平台训练一个专门处理家务的 AI 基础模型，而烹饪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哦，所以你把这2件事连起来看 Vorwerk 的野心就非常清楚了。他们的执行长在 LinkedIn 上写得很明白，他们的目标是创造一个整合的数位与实体生态系。我懂了。他们想做的早就不只是一台会做饭的机器了。他们要做的是一个能融入未来智慧家庭，甚至能跟人形机器人协同工作的大脑和平台。那台 Thermomix 只是这个大生态系中的一个终端设备而已。完全正确，这才是他们的终极目标。哇，聊到这里，资讯量真的很大。那我们来试着把这一切整理一下。这对你，我们的听众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首先， AI 烹饪机器人不是噱头，它是一个真实而且正在成长的市场。背后最大的推力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对时间和便利的极度渴望。第二，技术正在飞快进步。我们看到它从一个多功能料理机慢慢演变成一个由 AI 驱动、能够自主判断的智慧厨师。Posha 的主厨之眼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第三，也是我个人觉得最重要的一点，从 Reddit 的讨论我们看到，这项技术的价值远远超过方便2个字。对于那些因为身体或心理因素而在厨房里感到挣扎的人来说，它有潜力真正的改变他们的生活，赋予他们烹饪的自由和乐趣。当然，第4点最现实的就是高昂的价格，目前仍然是它普及的最大障碍。我想补充的最终洞察是，这个领域未来的竞争关键将不再只是硬体本身，而是生态系的战争。生态系的战争。对，谁能建立起更强大的生态系，谁就能赢得未来。这包括了谁有更丰富、更好用的食谱库，像是 Thermomix 的 Cookdough 对上 Posha 的 App， 谁的 AI 演算法更聪明，更能煮出个人化的口味。以及谁能更好的跟周边服务，像是我们提到的料理包，甚至是未来的人形机器人整合。得生态系者得天下，这个总结非常精辟。最后，我想留给你一个问题来思考。我们在 Reddit 上看到，这些设备很适合那些觉得备料和烹饪本身是种负担的人，但同时也有用户提出一个完全相反的观点。他说，这种机器人剥夺了烹饪唯一有趣的部分，只留下了最无聊的备料和清洁。这句话也让我思考了很久。这确实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所以，我想留给你思考的问题就是，当这些厨房机器人变得越来越强大，甚至无所不能时，在整个烹饪过程中，我们真正想要为自己保留的那个最核心的人性部分究竟是什么？是发明新食谱的创意，亲手切菜时的疗愈感，为家人朋友下厨时的那份心意，还是其他的什么？这个问题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很值得我们想一想。